在最近，根据俄罗斯军方消息人士称，俄海军1144型基洛夫级重型核动力导弹巡洋舰纳西莫夫海军上将号的2个核反应堆可能在11月30日重新启动。这条消息引起了网友们的讨论，一部分人认为重启这样一条核动力战舰的动力组是因为俄乌战场上的焦灼，需要让纳西莫夫海军上将号来代替早已变成潜艇的莫斯科号来当黑海舰队的旗舰，从海上对乌克兰方向施压。虽然火力军并不知道让1144型来代替1164型当旗舰，从海军技术的角度来讲到底行不行，但是如果纳西莫夫海军上将号真的成了俄黑海舰队的旗舰，那么乌克兰还真是要忌惮几分。别误会，这个忌惮几分并不是说1144型太强了，乌克兰人不敢打，这个忌惮是指因为1144型是一艘核动力舰艇，乌军要真的把这玩意儿变成和莫斯科号一样的潜艇，那舰上的核反应堆泄漏了可怎么办？说不定俄罗斯重启纳西莫夫海军上将号也是这种考虑呢。毕竟一枚移动的海上脏弹就足够让乌军投鼠忌器了。那今天的视频，火力军就带大家来聊聊，如果不怕核泄漏，到底要怎么击沉纳西莫夫海军上将？基洛夫级核动力导弹战列巡洋舰在苏联内部被称为1141型海鹰项目。虽然苏联对其分类为重型核动力导弹巡洋舰，但是由于其28000吨满载排水量，是现代战舰中除了航母或者两栖登陆舰之外，自身吨位最重的作战舰艇，所以西方一般将其称为核动力导弹战列巡洋舰。作为一艘战巡，基洛夫级的火力是相当充沛的。它在舰首搭载有一座20单元的 P700 花岗岩反舰导弹发射器，这些超音速重型反舰导弹拥有至少625公里的射程，可以在美国海军航母舰载机的警戒圈外发射，只需要一发就可以击沉中小型水面舰艇，并重创大型水面舰艇。当然，被航母舰载机发现也并不是什么大问题。苏联设计师吸取了航空攻击对于大型水面舰艇杀伤力的教训，在基洛夫级上安装了相当多的防空系统。在该型战舰上，最外圈的防空由久负盛名的 S300 地空导弹系统担任。这些导弹不仅可以阻止敌机，在换装了 S300FM 之后，基洛夫级还可以担任反弹道导弹任务。而中圈防空也是在陆地上久经考验的 9K33 黄蜂的海军版本，北约代号称之为 SAN4 壁虎。而近距离的防空反导和副炮任务则被交给了火力足够充足的 AK630 近防炮。当然，上述只是基洛夫级的标准配备。由于基洛夫的交付横跨了苏联和俄罗斯2个时代，所以在每艘舰艇的具体装备上也是具有一些微小的区别。比如咱们今天聊的纳西莫夫海军上将号，就在俄罗斯海军的思想指导下进行过一些改装，比如在防空方面换装了 CADS-N1 卡什坦弹炮合一系统，用于近距离防御和副炮对海。另外，对于中近距离防空则继续延续了陆弹上传的模式，换装了 SAN9 及陆军的道尔系统，只不过它的道尔系统是整合进船体的专用垂直发射井，而非简单的将陆军的道尔防空导弹车的炮塔粗暴地装在船上。毫无疑问，这些改装切实有效地提升了老旧的基洛夫级核动力导弹战巡的战斗能力，让它的战斗力在现代海战中也丝毫不逊色。它出众的625公里的反舰导弹打击能力，再加上穿上密密麻麻的防空导弹系统，一旦纳西莫夫海军上将号真的接替了莫斯科号，成为了黑海舰队旗舰，那么作为一型满排28000吨、浑身是刺的战巡，怎样反制并且解决它，将会是横亘在乌军面前的一块硬骨头。但是非常具有迷惑性的是，即使纳西莫夫海军上将改装后，在纸面上的战斗力即将突破天际，它在现实中也并非无敌之舰，想要打沉它还是有很多种方法的。由于在现代海战的环境中并没有多少对付战巡的经验，所以咱们不妨从2战海战来反向寻找经验，到底怎样才能有效击沉一艘战巡？很多人首先会想到的可能是大规模使用潜艇，从水下发射鱼雷来攻击一艘主力舰。毕竟一艘船再大，吃几发重型鱼雷，龙骨一断就只能摊手等死。
在二战中使用潜艇有效击沉主力舰的战例也足以佐证这一点。比如在太平洋上，朱家鱼击沉祥鹤，大青花鱼击沉大凤，石首鱼击沉云鹰，158击沉印第安纳波斯等战例都非常明确地表明了潜艇对于大型水面舰艇有着致命杀伤力，并且在二战后，皇家海军征服者号核潜艇在未被发现的情况下，瞬杀阿根廷海军贝尔格拉诺将军号巡洋舰，也证明了在现代海战中，潜艇和鱼雷依然具有不亚于反舰导弹的杀伤力。那么，既然使用潜艇击沉基洛夫级理论上可行，我们就该来讨论作战环境了。虽然黑海是欧洲东南部和亚洲小亚细亚半岛之间的陆间海，但是和地中海一样，其面积和深度依然是足以支持潜艇作战的。事实上，俄罗斯黑海舰队一直都拥有自己的潜艇部队。黑海舰队在新罗西斯克海军基地驻扎有第4潜艇旅，这支部队拥有7艘基洛级常规动力攻击潜艇。这支部队也曾经在黑海通过发射 3M54 口径巡航导弹的方式，支援了俄乌前线的地面战斗。所以乍一看上去，黑海足以支持一支潜艇部队针对纳西莫夫海军上将号来进行一场猎杀潜航。但火力军认为这样的行动不太现实，不只是俄黑海舰队拥有自己的潜艇部队，最大的问题还是出在基洛夫级本身。由于在设计中，基洛夫级是一艘继承了苏联远洋反潜舰思路的导弹战巡，所以基洛夫级的反潜能力对比其他主力舰是经过强化的。它并不像二战的主力舰，在面对潜艇时束手无策，只能等死。除开在苏联舰艇上非常常见的近距离反潜武器火箭申弹之外，它还拥有主动搜索和攻击水下目标的能力。对比起舰队内专职反潜的驱逐舰也不遑多让，这得益于它装备的马厄舰壳低频声呐和马尾可变深度拖曳声呐。在这套搜索系统的配合下，是基洛夫级对潜杀手锏RPK-2 暴风雪反潜导弹，它通过533毫米鱼雷发射管发射，只需要1击就可以秒杀水下目标。在一艘基洛夫级上，两舷各有5具533毫米鱼雷发射管，这也就意味着基洛夫级一次可以投射10发反潜导弹，外加一大堆火箭申弹。虽然可能有人要质疑拖曳声呐和船壳声呐根本无法为反潜导弹打击远距离目标提供有效火控参数，但是别忘了，基洛夫级还拥有多达3架的直升机搭载能力，它可以搭载俄罗斯海军经常使用的卡25或卡27反潜直升机。这些直升机加上声呐浮标与调放声呐的能力，足以让基洛夫级单舰对一个潜艇编队迎头痛击。所以单就从水下对基洛夫级进行打击虽然可行，但是可以预见的是战损会非常高。既然从水下对基洛夫级进行攻击会有非常大的战损，那么我们也就只能寄希望于传统的反舰导弹攻击。在二战后的水面作战发展中，有一个点是非常有趣的，那就是在二战中，对于主力舰完全没有威胁，甚至可能被副炮打成骰子的小艇或驱逐舰，在反舰导弹发明之后，就纷纷获得了出色的反制主力舰的能力，并且各式各样的岸基反舰导弹也可以让主力舰对海岸线敬而远之。所以击沉基洛夫级的奥妙就在这里。可能有些人认为，对于基洛夫级这样防空火力非常充沛的舰艇，可能亚音速反舰导弹是烧火棍，就非得用超音速反舰导弹外加饱和式打击才能击沉这样一艘战舰不可。实际并不是这样的。当我们观察基洛夫级时，就会发现一个致命弱点，那就是它的系统集合几乎为零。在现代战舰中，以阿利伯克级或者朱姆沃尔特级举例，我们往往能看见一个干净的舰桥和主桅杆，上面的设备往往被集成和兼容到了一套系统中，而基洛夫级从外观来看就没有做过任何的系统兼容设计。事实上也是这样的，在基洛夫级中，由于大规模采用了陆弹上舰的方法，所以这些防空导弹的火控雷达以及其战舰自身的反舰导弹的火控雷达和搜索雷达都是各自为战的。
一艘基洛夫级战舰理论上拥有 S-300的墓碑火控雷达、海盗尔的十字舰火控雷达、旗帜主搜索雷达、军舰鸟 MA 辅助搜索雷达、埃波段的棕榈树导航雷达、制导 SSN-14反潜导弹的眼球火控雷达、卡什坦弹炮合一系统的 G 波段火控射击指挥雷达，以及其130毫米主炮的炮瞄雷达等等。就单用脚趾头想，各位都能知道，这些独立的各自为战的搜索与火控雷达，在遇到紧急情况时，如果同时开机，将会遇到多么严重的互相干扰。对比起简单就是美的宙斯盾系统，在上层建筑上杂乱堆砌的雷达系统反而会造成1+1+1+1+1小于1的情况，并且由于苏联时期的实际技术限制，这些雷达即使完全发挥其作用，基洛夫级的防空能力也是打了折扣的。比如作为基洛夫级的对反舰导弹拦截主力的海盗尔，它的十字舰火控雷达只允许在一个方向上引导4发导弹攻击2个目标，同时这套系统切换目标需要多达10秒，即使对同一目标射失后补射，第2轮导弹也需要多达30秒才能发射。国际上对于这套系统的评价虽然嘴上记得，不至于称其为垃圾，但是它的性能和海响尾蛇这种上个时代的中近距离防空对比，二者的拦截效率也相差不大。所以对于基洛夫级使用反舰导弹攻击将会是非常有用的手段，并且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其搜索和拦截能力的低下，导致在现代海战中逐渐落伍的亚音速反舰导弹完全可以对其造成足够的杀伤。莫斯科号被半隐身的海王星反舰导弹2发击沉就是最好的例子。虽然海王星并不算什么正经的隐身亚音速反舰弹，但是奈何苏联舰艇个顶个都算瞎子，所以海王星这种死耗子打出战绩也并不奇怪。既然可以确定传统反舰导弹攻击并不需要饱和打击或者高超音速武器就足够对基洛夫造成足够威胁，那么很多人可能在这儿都要问另一个问题：亚音速反舰导弹动能不足，往往装药也不多，它可以对基洛夫级这种排水量28000吨的舰艇造成足够的损伤吗？其实这个反而是最不需要担心的。虽然基洛夫级排水量高达28000吨，但是和二战时期拥有厚重的主装甲带、必须使用大口径炮弹硬碰硬的战巡相比，基洛夫级虽然拥有28000吨的排水量和一个战巡的名头，但是它并没有战巡的装甲带。它的28000吨排水量大部分来自于它的一座20单元的 P700 花岗岩发射器和全舰众多的防空导弹和弹药。而装甲设计上和其他水面舰艇并无二致，仅以防破片和防2次破坏为主。所以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基洛夫级在水上不只是一个火力强悍的水面作战平台，还是一个塞满了各种武器弹药的大炸药包。想对其造成足够伤害，并不一定非得使用高超音速反舰导弹进行硬杀伤，只需要几发足够幸运、命中部位足够准确的亚音速反舰导弹，基洛夫级就会在水上炸成一团大烟花。并且对于现代战舰，尤其是使用导弹为主要攻击手段的战舰，让其被记为交战损失而不是可修复损失，实际上要比二战简单得多。在二战条件下，以火炮为主要攻击手段的战巡或者战列舰，在舰桥和主要射控手段损毁之后，舰体内的指挥中心和炮塔上的测距仪依然可以指挥战舰反击，但是在现代战舰中，雷达就是战舰的眼睛，雷达一旦损毁，即使光学系统再完好，也无法引导导弹进行攻击。而如果装有各种设备的上层建筑被严重损毁，那么这艘战舰也几乎失去了战斗能力和相当程度上的修复价值，即使它还飘在水面上，也是一团等待拆解的废铁而已。所以想要造成战舰的损失，也不用死抠字眼，非得将其打到海底才算数。而且对于俄罗斯海军来说，有莫斯科号的前车之鉴，一艘主力舰吃2发 ASM， 然后因为没有损管直接沉没，倒也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情。对于可能成为黑海舰队旗舰的纳西莫夫海军上将号，想要击沉它，
除了需要更强大的武器之外，还需要足够缜密的计划。对于俄乌战场上大规模使用的无人机和自杀式巡飞弹，可以作为消灭纳西莫夫的第一枪。大规模的自杀式巡飞弹除了可以堵塞基洛夫级本就不多的火控通道之外，无人机蜂群还可以通过人载回路的遥控，精确损毁纳西莫夫海军上将号的雷达设备，为接下来的战斗创造优势。同时，由于格拉西莫夫海军上将号是黑海舰队旗舰，那么在莫斯科号的前车之鉴下，它必然不可能单独行动，所以这个时候对于其护航舰只就可以使用之前已经对俄黑海护卫舰取得战果的风暴阴影巡航导弹，对其逐个击破。在这个时候，岸基的海王星也会一齐发力，争取对击沉其护航舰只。而对于格拉西莫夫海军上将号的击沉，将会以美军的 LRASM 或者是挪威的 NSM、GSM 等亚音速隐身反舰导弹进行。其中 NSM 由于其质量小，并且不依赖雷达引导等方式，是灭杀格拉西莫夫海军上将号的绝佳手段。乌克兰海军只需要改装一批小型护卫舰和导弹舰，让他们获得发射 NSM 导弹的能力，便可以在格拉西莫夫海军上将号眼皮底下绕开其对海搜索雷达，对其发射导弹。等到 NSM 导弹的隐身被其烧穿之时，对多目标接战能力孱弱的海盗尔和十字舰防空系统将很快应接不暇。而舰上配备的卡什坦弹炮合一防空系统则因为精度问题，无法对 NSM 这种仅长 3.95 米的小目标进行有效远距离消灭。当数发 NSM 命中后，格拉西莫夫海军上将号的火控系统将会迅速崩溃，从而为剩余的反舰导弹或是巡航导弹创造更大的漏洞，形成雪崩效应，将这艘概念上早已落后于世界的苏联核动力导弹战巡打成在水面上浮动的一团火球，或者就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烟花。当然，理想很美好，现实很骨感。如果格拉西莫夫海军上将号真的成为了黑海舰队的旗舰，那么他估计会高悬免战牌，避免重蹈莫斯科号的覆辙吧。毕竟在这场战争中，俄罗斯武装力量丢的面子已经够多了。